从光环到绝望，一位母亲眼中的于梦龙究竟承受了什么？夜色下的母亲哭声。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，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冰冷的光，街头的风带着深夜的凉意，穿过人行道，掠过那盏老旧的路灯。于梦龙的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，手中紧握着那封公开信，纸张被泪水打湿，她的声音微颤，像是在与某个远方的人对话。梦龙啊，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？那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吞没，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心头一紧。镜头若有若无地捕捉着她的表情，一位母亲的痛苦，不需要任何特写，也能刺穿人心。于梦龙从小就是那个让人骄傲的孩子，成绩优异，长相俊朗，舞台上有天生的光。10几岁时便凭着一场校园话剧引起注意，之后考入艺术学院，一路顺风顺水。老师常说，这孩子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他能在表演中让人笑，让人哭，甚至让人忘记那只是戏。可是，所有光亮背后都藏着代价。成名后，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摄像头、话筒、灯光、闪光灯。每一次微笑都是在迎合，每一次转身都是在逃避。9月11日的凌晨，新闻推送突然刷爆网络。演员于梦龙因饮酒后不慎从高处坠落，当场去世，年仅37岁。那一夜，无数人失眠。社交媒体上，粉丝的留言像雪片一样飘落。梦龙哥，不要走，你还答应要开直播的啊，这不是真的，对吗？但这次他没有再回应。9月16日晚，于梦龙母亲的公开信发布，信件不长，却像一把无形的刀。我是于梦龙的母亲，最近我经历了无尽的痛苦。我的儿子于梦龙因饮酒后不慎坠落，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希望大家不要再猜测，不要再打扰，让他安息。没有控诉，没有辩解，只有平静的近乎冷静的文字。网友却在留言区崩溃了。阿姨要坚强，梦龙永远是我们的骄傲，他是最温柔的人。那封信像是一场全国的泪雨。然而，风暴并没有停止。网络上开始出现种种疑点。监控录像那晚刚好损坏，窗户防护网被内侧撬开。他口袋里为什么有2块手表？他最后一次喝酒的人是谁？有人怀疑公开信并非母亲亲笔，有人说背后藏着不可言说的秘密。舆论像黑潮席卷而来，母亲的每一次沉默都被误解为默认。她不懂网络，不懂公关，只懂痛。葬礼那天，天灰得像蒙了一层雾。她跪在儿子的遗照前，手抚着照片，低声说：妈带你回家。回到老家后，她仍旧按旧习惯起早，为梦龙煮粥，铺床。那张床上还叠着她最喜欢的灰色衬衫。书桌上，剧本摊开到一半，角色笔记密密麻麻。她轻轻抚摸那些文字，眼泪悄然滑落。她太累了，从小就不敢拒绝别人。她在采访里哽咽，好友们纷纷发文悼念。一位女演员写道：拍夜戏她会帮我提灯光，说别累坏了嗓子。一位男演员回忆，他收工后总是留下来收拾现场，说要让大家早点回去。这些平凡的小事，却像一束束光，照亮了那个真实的梦龙，温柔、克制、懂事，却始终带着不为人知的疲惫。他的经纪人孙德荣哭到失声，他太善良了，总以为努力就能换来尊重。可他承受的压力远比外人想象的多。他还说，我要查清楚一切，要让梦龙走得明明白白。这番话让更多业内人士开始反思，那看似光鲜的娱乐圈究竟吞噬了多少灵魂。导演王浩东在社交平台发文：那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那2块表是谁的？他最后打的电话为什么没被记录？那条帖子一夜之间冲上热搜，有人删帖，有人转发，评论区的火焰烧得更旺。一个人死去，真相却似乎还活着，在阴影里挣扎。警方的结论是意外坠落，无他杀迹象。
但公众不信，因为没有监控，没有目击者，没有合理的解释。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是自己走向窗边，还是被推了一步？母亲拒绝再提，她只说：“我相信孩子不会害自己。”朋友们回忆，那天他情绪低落。拍完戏后，他一个人坐在楼顶，望着远方。有人问他：“最近还好吗？”他笑笑：“挺好，就是有点累。”后来，他在社交账号发出最后一句话：“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。”那是凌晨3点的留言，短短8个字，却成了永别。几天后，网络爆出更多细节。他和一名编剧当晚有过争执，有员工听到摔玻璃的声音，有人在事发的看到陌生车牌，但所有证据都在第2天被删除。媒体沉默了，合作方封口，那场风暴被无形的手掐断，只有母亲还在哭。我不想知道真相了，他说，知道了也不能让他回来。他选择回到故乡，种花、扫地、烧香，每天都要跟儿子说话，梦龙啊，妈来陪你了。有时他还会看到网友的留言，我们都在等他的新剧。他的眼角再次湿润，谢谢你们记得他。有人说，人死后只要被记得，就没有真正消失。于梦龙留下的不仅是作品，还有那种温柔的坚持。他从不争，从不骂，从不推卸，即使被误解，也会笑着说没关系。他活得太安静，以至于离开时才让人惊觉，这样的人竟然也会累。曾经，他是万人追捧的偶像，是荧幕上闪光的英雄。后来，他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流量工具。最终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一个被压力压垮的儿子。母亲说，他不是星星，他只是个想发光的孩子。这句话让无数人泣不成声。有粉丝在他的微博下留言，梦龙，我考上了你喜欢的戏剧学院。另一位粉丝写道，我不再焦虑了，因为想到你，我就想温柔一点。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而他被铭记着。他说，前几晚梦到他回来了。他穿着白衬衫，笑得干净，对他说，妈，我不累了，你也别哭了。他伸手想抱住他，却只摸到空气。梦醒时，他的枕头早已湿透。这场悲剧让人重新思考，在聚光灯下的人，他们的微笑有多少是真实的？那些所谓的成功，究竟值不值得？母亲在接受记者最后一次采访时说，如果能重来，我宁愿他是个普通人，哪怕一辈子不红，只要能平安。故事的结尾并非绝望。有导演公开承诺，我会拍一部关于真实演员的电影，纪念他。有公益组织以他的名字设立青年演员心理援助计划。更多人开始学会倾听身边人的情绪，而不是只看表面的笑容。那天，母亲去山上扫墓，风很大，她点的香总被吹灭。她笑着说，你就是调皮，小时候也是这样。然后，她轻轻唱起儿时摇篮曲。山风拂过，她的声音被带向远方。你还在我们心里。或许真相永远不会被完全揭开，但爱与记忆会穿越所有谎言与黑暗。梦龙的一生像流星，短暂却绚烂。他教会了我们，温柔不是软弱，善良不是退让。如果你也被这位母亲这个故事触动，请在评论里写下你想对梦龙说的话。你的每一句留言都是对逝去灵魂最温柔的安慰。你的每一次关注都是对仍在黑暗中挣扎之人的光。请订阅、留言，让爱与真相继续被看见。